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的大主题，赶快会聚焦在中东，现在战火再度失控了。停火第3天，没有想到红海现在爆炸哦，炸出了一个新的战场。胡塞组织狂轰沙国的能源命脉。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看到伊朗，他出动他的法塔赫飞弹，启动了。这个叫做拔钉子的战术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呢？突破了美军的基地防线。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来做关注。好，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明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了，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可以写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一样的亲自来做回复。环球大战线的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按下加入键，成为我们的战友吧。好，今天的这个美伊战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哦，现在停火说已经进入第3天了。川普他最新也放话说呢，现在大家都求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开火。那他另外一方面也说，现在看起来呢，美伊有可能去走向达成一个协议，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他自己在自说自话呢？因为我们看到另外在红海这边，另外一场战争。第2条的战线已经正式的引爆了，也门胡塞组织开始把目标锁定的地区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直接最新攻击了沙国的能源命脉。赶快来看到包括了哪一些范围？包括了东西输油管线，还有它的阿布盖格等等全球能源的关键设施，在现场爆出了凶猛的火光。来看一段现场最新画面。Пойдемте отойдем к зданию, слышь? Чтоб тут не к зданию, пойдемте, чтоб тут не стоять никто.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路上的东西输油管线爆发意外之外，胡塞也指出，在26日他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地区的这个炼油厂，这个炼油厂是沙国的集赞炼油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每日可供给大约40万桶的原油做出口。另外再来看到的是，胡塞组织也宣称他们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无人机，而且在近期之内已经打下了沙烏地阿拉伯2架的无人机。最后再来看到胡塞还说，在过去48小时内，这个是在26号的新闻，连续袭击了3艘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轮。现在看起来呀，曼德海峡这边的通行量已经创下了数月的新低，没有人敢走这一条路了。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已經持續的延燒至能源海上的通道戰了呢？我們也來關心到說，之所以這次的攻擊會備受關注，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產油國之一，剛剛被炸的這個阿布蓋格的石油廠更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處理中心，一旦能源遭受破壞，不只是影響到整個沙烏地阿拉伯，更是全球的油價跟能源的供應都會受到打擊。那麼胡塞組織大家就在看說，以前不過就是在也門內戰中的一個地方武裝組織啊，怎麼現在它擁有這麼多的武器，不管是它擁有無人機、飛彈、遠程打擊能力，甚至都可以影響到整個區域的影響力在擴大。是否伊朗在這背後有偷偷的提供它什麼樣子的武器呢？現在說是不是有提供武器支援，甚至有情報支援，還有提供作戰經驗，還有目標的定位的武器都提供給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呢？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這一場在中東的戰事是否全面的擴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這個大使怎麼看了？胡塞為什麼不只是攻擊油輪，現在進一步打擊沙國的陸上輸油管？胡塞說了，他接下來會來複製伊朗的模式，要來攻擊在紅海這邊有個新的戰法。那他究竟能不能真的整個封鎖住這個地方呢？那伊朗的部分是否有提供哪一些武器支援給胡塞？如果沙國開始做一個全面的攻擊，美國甚至是整個波灣地區是否陷入第2場更大規模的戰爭？介大使怎麼看？當然就是說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這個恩恩怨怨啊，延續了幾十年了。雖然過去從2022年4月開始，因為聯合國的斡旋啊，那麼也門的內戰稍微暫時停火。
那也造成沙特跟这个胡塞组织之间停火，这个已经有差不多有4年多了哈。不过之前这个胡塞组织跟沙特之间，连续打了几十年的仗，几十年的仗。归根究底呢，还是因为应该是宗教派系原因，因为胡塞组织它是属于这个什叶派，那沙特是逊尼派，所以在阿拉伯半岛上南端这一些什叶派跟逊尼派之间是很难取得和解的。那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持续。那当然了，就是说胡塞组织过去给人家感觉是拖鞋军嘛，好像是一群乌合之众。可是事实上，以他现在的实力来讲，并非如此了，绝非昔日无下的阿蒙。联合国估计他有35万作战人员。那么美国的国防部战争部他们的这个评估他说如果含辅助人员的话，胡塞组织的军事人员一共有将近80万，相当大的一个部队。是。那它的核心装备呢是导弹和巡航导弹。而这些导弹呢，跟巡航导弹，很清楚的技术，关键技术都是从伊朗来的。所以伊朗有什么样的导弹能力，这个也门的导弹能力也不会差太远。因为在上一次这个就是以色列攻打加沙半岛的时候那时候也门它是唯一对这个以色列进行制裁的。他打了几枚都是超高音速的这些导弹，那射程直达2000公里。那这些技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各界都认为完全是伊朗的在背后。以他现在的这个导弹巡航导弹，它有所谓的巴勒斯坦2号，那这一型的导弹是超高音速的，那它的这个射程高达2150公里，可以涵盖绝大部分的中东地区。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图反导弹，那个系列也可以打到1800到1900公里。那它还有一个巡弋导弹，也就是 cruise missile， 随着地形贴着地形飞的这种巡弋导弹那么叫圣城系列，它可以飞2000公里。所以光你看它的导弹系列就相当可观。那另外它还有它的无人机系列，有一个叫萨马德系列。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无人机可以航程是1600到2500公里。另外它还有水下无人艇。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因为这个也门的地形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些地形，还有很多的军事武力像这种飞弹无人机基本上也都地下化了。所以跟这个伊朗的做法是一样，而且外界也非常确信，就是事实上这个胡塞组织他们跟这个革命卫队，伊朗的革命卫队在指挥体系上也是联动的。那而且很多这些军事顾问伊朗的军事顾问还有大批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之间那个互动也非常频繁。这个胡塞的这个武装人员都是到这个伊朗去受训，然后呢，在也门呢也有大批的伊朗的军事顾问直接在指导这个也门这个胡塞组织的作战。所以整个说起来，事实上这个伊朗有什么战力，胡塞就有什么战力。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说当时是一件小事引起了胡塞组织跟沙特之间的相互的攻击，可是这件事情立刻就提高了，立刻就提升了，而且呢，以朝向封锁红海那么有关的这个邮轮通道这个目标发展方向，这是非常符合现在美伊战争伊朗的这个战略形势的。那么因为除了荷姆兹海峡封锁已经造成这个国际油价涨到1桶100块美元了。如果说红海再被封锁的话，那国际油价就要跟那个火箭一样往上升了，这个是对美国极为不利的。所以事实上的话，不论是这件事情不能单纯只看是胡塞组织跟沙特之间的恩怨，应该
跟这个目前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连在一起来看。好，所以这个也变成了一场能源战哦。先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接下来没想到胡塞这边他的目标也要把这个红海给封锁住。那刚刚也提到了嘛，伊朗这边提供了很多的技术资源，甚至军事联动、武器联动等等给也门胡塞组织，所以胡塞组织也大幅提升了他的战力，不管是他拥有导弹、无人机，甚至是无人艇，还有各式的。刚刚大使帮我们提到的各式导弹。那现在除了关注在也门这边的消息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伊朗的攻势持续，尤其呢，他现在攻击的目标，我们也看到了是在这个约旦的地区，约旦的萨尔蒂空军基地。今天之所以把这个空军基地拿出来说，是因为它在中东对于美军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前进基地。这边这个基地掌控的资讯包括了有情报的监控、无人机的作战、空中支援，还有军事的协调，都是靠这个基地。那伊朗现在打这个区域，它用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战术呢？它利用的就是法塔赫的飞弹家族，采取叫做拔钉子的战术，集中火力直接去攻击关键基地，削弱美军在这边的作战节点，再降低美军后续的打击能力。所以呢，我们来看伊朗也特别公布了，从7月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7月底嘛，从月初到现在，它到底打下了哪一些美军重要的目标呢？这边直指包括了美军重要的多个中东基地之外，还包括了营房、NQ9 无人机库啊、运输机，还有我们刚刚讲的约旦基地、飞机掩体、无人机设施、新建的仓库等等很多都是重要的建筑。那么军事设备的部分，伊朗也宣称它打下了47套的美军雷达防空系统、44个后勤支援设施、48个作战基础的单位，还有各类的航空设备。根据了解，美国的这一些精准飞弹消耗率已经高达了70%将军怎么看？伊朗他祭出了这个叫做拔钉子战术，如何改变中东的战争模式？美国还撑得住吗？尤其是约旦这个基地现在被拿下来，是不是等于找到了一个美军在这边的一个破口，关键的一个破口？那将军怎么解读？这个拔钉子战术就是针对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有生战力，把它做摧毁。这有生战力包括这个机库、敞篷，还有修护，还有它的放了作战资材的仓库，这些都是有生战力啊！我专门打你有生战力。也包括你这个机库机堡被打掉了，那你飞机停哪里？如果里面有停飞机，那你飞机也遭受破坏了。这都有，这就是发挥有生战力的作战资材。那伊朗专门破坏这些。那他这次用的是法塔赫2型，法塔赫2型是高超音速，是最新型。你想想看，它可以打到它的射程是1500公里。我们整个阿拉伯半岛最窄的地方是1200公里，那它最宽的地方也只不过在最南端。那当然那已经是也门的地方，那是1900公里。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就是那个最窄的地方那一段，那整个区块，沙烏地阿拉伯是在占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将近2/3，因为它是215万平方公里，相当大。那它的西边就是约旦。那现在伊朗是这样来看，也门胡塞组织你是负责对沙烏地阿拉伯，我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不要搞相处的关系，不要搞太坏。我专门对付约旦。这些约旦的地方就是美军的驻地。这个你看，为什么打约旦不打沙烏地阿拉伯？专门叫也门胡塞组织就好了。这他们两个是分工的。那现在伊朗打这些在约旦的这个美军驻地都是有生战力。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远边。你如果是科威特、卡达、巴林，那都在这一边都在波斯湾沿岸这个时候美军已经后撤到约旦去了，因为在波斯湾沿岸的最容易被摧毁。是。那到约旦去，那我需要打约旦。是。那这样子，它是拔钉子战术，这样子美军所能够发挥的有生战力，还有它的情报研究中心跟资料收集处理中心，收集伊朗的语音通信无线电，那个基地就在那个地方，伊朗就把它做摧毁。这样的话，美军接收伊朗的情报，尤其是这种通讯情报能力又下降，那伊朗的这种隐蔽性又增高了。所以他这个打有生战力，那美国面对的压力大吧？川普要面对3个压力，要不要继续玩下去？所以他讲伊朗很多人叫我不要再打了，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你问一下那个伊朗的他的那个总统要不要打？是。你问那伊朗那个国会长要不要打？继续打。你不要听到老百姓他就有理由了，大家叫我不要打，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那现在面对是第一个，
财政压力，打仗要钱，而且美国现在通膨严重，他现在好像又要再升息了，因为要通膨啊，不然怎么办呢？然后现在国债也高，你要打仗就是要军费，所以这个经济财政的压力大，川普要不要去面对？对。第二大压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牺牲的大小，你要打下去，你美国要牺牲哦，他这个伊朗的这些报复，你会不会受伤？会啊，你看他的牺牲还做微调，这真正被战死的18个调到14个，为什么？那4个灭火的时候摔死啊，然后说那不算作战，怎么不算作战？这整个战区都算作战啊。这牺牲的大小他比较忌讳。第3个就是国内的压力。10月3号，美国期中选举，美国所有的全部众议员改选，川普压力大不大？当然大。1/3的参议员改选，他压不压？当然大。11月3号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在面对上还有国内的，我们的民调它一直在下滑。国内的这都是国内的压力啊，他要不要去面对？当然要去面对啊，3大压力，所以川普都要去考量，他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所以我认为，川普在这方面。他打停停，他是有所考量。那所以目前川普要止战，他可以说是大家都叫我停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专家在指出说，是不是美国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在备战呢？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原因是因为从军事上面看到了一些迹象，美国正在快速的部署他们的防空系统、反飞弹的战力。以及中东地区都把它放在了以色列这边做一个军事上面的部署。那以色列也公开说了，川普最终可能被迫再次升高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真的会有下一阶段来自于美以对于中东地区的攻击吗？上志哥怎么看？好，首先我想对于这个美伊，尤其美国方面，在上星期五晚上就突然就停火了，没有任何的迹象。要知道，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川普包括在他的这个社群的这个媒体当中，也没有一个正式宣布停火，都是周边的啦，包括联合国大使啦，或美国周边的。那当然，在美国方面，其实还是有开了好几个会哈，都知道其实川普在美国方面其实也召开，把4星上将都找来，然后呢，包括了副总统范斯，还有这个联席主席凯恩。都有具体的提出了报告，那报告都里面的内容主要都是提什么呢？提确实弹药方面，他不敢跟川普讲说弹药不够，跟他讲说弹药当中的损耗很多。那么所以呢，这里头其实还是基本上立场上有建议，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因为这一波从7月中旬打下来的部分，你就花了那么多弹药在打，但是你把伊朗有打残的打下跪吗？没有啊，也就是说你继续再打10天、20天，伊朗可能还是一样的，还不断的回击。所以说到这个阶段来说，要休整。那在战略上当中，美军要休整，包括很多的武器的补充跟调度。我想这个部分虽然没有这样子公开去讲，但是呢，这几天其实我想最新的全世界的研判，就是这样研判都是这样子。不过呢，我们必须得要注意哦，虽然说美伊壮士停火，但是在周边的部分其实是有很多地方风险继续扩大的。首先第一个都叫胡塞。就在也门方面，胡塞跟沙特已经打起来了哈，而且这个打当中大家也是不留情面的，而且延伸所及就会对于红海方面整体的这个原油控制，这里头沙特跟阿联酋大笔的这个输出要从这个地方绕出去都卡住了。那么其实在这里头其实是现在有在打的这个烽火所在。第二个，其实众所周知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时间点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以色列针对于美伊这一波的停战，公开表示说。他们保留他们本身的军事权利，也就是说，他不是跟美国同步的。而且这里头针对黎巴嫩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因为就在昨天，穆吉塔巴就伊朗的现在的精神领袖公开表示，非常强硬的说，黎巴嫩的部分是他们的兄弟，所以对于以色列的继续透过黎巴嫩的扩张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是，也就是说，虽然是美伊之间，但是还点名了黎巴嫩。第三个，我觉得最关键当然就是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其实因为对付俄罗斯呢，最近在里海的部分已经炸掉伊朗的3艘船了哈，所以呢，乌克兰其实泽连斯基已经公开有喊话，对于伊朗当中说了一些狠话哦。那伊朗当中也回应了部分，就是说他们不是俄罗斯，真的要打你，而且现在据说伊朗已经在做准备，对于伊朗的作战的可能。是，也就是说这2个战场会不会合起来？但是目击泽连斯基就是要让美国休息，或者是他要自告奋勇，希望能够获取美国更多的结盟。所以这一块我认为是目前来讲，美伊虽然停了。但是这边的战争的状况跟乌克兰战争有没有可能会慢慢的汇集？其实这我认为是最大风险，而且值得观察所在。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日元崩跌风暴正式的引爆，来到了163大关失守哦，债务怪兽现在全面的压境，而日本强势复兴的神话恐怕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之下要破灭了吗？未来它夹在美中对抗之间，是不是会被迫因为经济的关系向中国大陆低头呢？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日本会低头，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不会，那么留言写2，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好，来看到日本迎来的一场新的经济风暴。首先是日元的部分了，日元对上美元现在正式的跌破了163大关，这个数字创下了40年来最新的一个记录。财务大臣这个时候也紧急喊话了，说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在外汇的市场，接下来如果再继续日元下跌的话，他们会采取果断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知道，日本为了过去要刺激经济，他们会采这种低利率哦。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利率维持高档，资金流向美元，日元的压力真的是已经越来越大了。好，这一场风暴，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日元的部分，再来看到日本的债市的部分。同样啊，现在说是不是一场豪赌呢？因为日本的政府的债务现在规模来到了1300多兆日元，这个数字是史上最高，而占 GDP 的占比甚至是一度高达了快要250%哦。一旦利率持续的上升，那么政府的支出的这个债息的成本还会再快速的飙升，而日本的30年期国债殖利率也持续的攀高，现在投资人也在看了日本的财政到底会不会出状况啊？这个是债券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的部分。过去 GDP 在过去的10年规模缩水幅度高达了14%，是全球唯一一个经济规模倒退的国家哦。这个是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全球10大经济体当中唯一一个倒退的国家。好，所以现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很紧张啦，他现在面临了政治上面的危机，因为呢，民众一直在跟他抱怨说日元狂贬、物价狂涨，而且薪资压力越来越大，面临了3重压力之下，高市早苗决定要来降低他的食品消费税，然后他也说了，通膨我们现在正在解决啦，但是民众还是不买单，他们说薪水就是追不上物价。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看到了他的内阁的支持度超过70%的民众已经对他表达高度的不满了。日本现在看到了各式的数字，会不会爆发所谓的债务危机？尚志哥怎么看？好，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在很多的节目里都讨论很久了。那么这次跌破163，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这个部分的时间节点是什么？要怎么来看待？首先呢，原先跌破163是预估到今年9月、10月左右，因为162本身这个部分，其实日本央行当然也在调节，所以这其实跌破163已经是日本央行调控的结果，还是控制不住。而且你会发现这次为什么是日本高市早苗的财务大臣出来喊话，而不是日本央行的这个总裁出来喊话呢？而且日本央行总裁不出来讲话已经好几个月了，大家其实江湖都在传说，我想事实也是，就说日本央行跟高市早苗政府基本上一定是很不合的，因为货币这件事情的汇率它就是央行在控制的。对。可是如果你高市早苗政府你出了一大堆东西，你现在还在扩张财务，全世界到处投资。印度也给，越南也给，马尼拉、菲律宾也给，你到处然后还要减税。最近这个月汇率的问题，日本现在通膨严重，高市早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把消费税再把它取消，那你这个钱从哪里来？所以呢，我觉得日本央行已经火大或不爽到，我现在只能尽起全力的控制，不让这个日币继续的失控的贬值。结果你现在呢，到底怎么弄？所以为什么这次是他们的财务大臣出来讲？因为现在这个部分的破163的这个严重性，原先是到，因为大家现在预估日本央行升息应该会在10月。好，
日本央行升息10月，那为什么不早点升息？没有，他们要好整以小准备，因为先前他已经升息了，也拿出钱来干预了，全部都没用，从150一直跌到现在，是投进去几百亿美金，就是丢到水坑里。所以现在这一波如果升息再没用，日本央行大概就破产了，就后面就没有人信了哈。所以这类事情的严重性其实现在，当然整体来说，我们在看日本现在是日元的汇率有问题。日本的日债也有问题，这边有提到了。但我们简单讲，那当日本股市现在起起跌跌，只剩日本股市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呢，总体来说，表面上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汇率一直跌？总体来说，就美元跟日元的利差，它就是差10万8千里。同样的一笔钱，你把日元套到美国。它的利率什么都不干，就是快要4%，3.几%，那日本的利率只有0.7到1，你下面贷起都没辙，你就把它转到美元，你就一年就赚多少钱啊？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改？你怎么挡得住日元一直被搬到美元去？第二个当然是信心问题。现在整个对高市扫描政府的全体的经济政策，日元、日债。包括甚至股市当中的不确定性，信心是崩溃的。这里头信心包括日本内部的信心，也包括全世界投资对于日本。过去日元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每次只要打仗，比如波湾动荡的话，日元就会升值，因为日元觉得日本经济很安全。你看这一次美伊打成这个死去活来，日元简直就是变成 nonsense。完全没有意义，再也不是过去的强势、安全、安定的货币了。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日元不只是16316跌，而是整个日元在全球的信用是崩溃的。我们仔细拨开看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波动问题，刚刚这是表面的问题，主要在里面仔细看还是有什么？日本的内部，因为对于日本的民众来讲，他也没有进出口什么汇率日债跟他没关系，他感受的就是通膨。鸡蛋什么蔬菜只要是进口都已经到现在，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贵1倍多了。这种叫做输入性的通膨，因为你现在进口的东西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日本的民众现在的不满主要都是来自这里，倒不是什么他政策的对不对的问题，就是通膨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会虽然是日本内部，可是它就是从日元的这个压力来的。是第二个，其实当然就日债跟日本汇率这当中的这个纠葛。这个纠葛的影响性，它的后面影响性就是央行，日本央行现在非常，它就是两难，就是死结。它升息的话，哇，全日本所有的成本都垫高，大家都负担不来，包括日本政府也要付的利息。可如果它不升息的时候，日元就完全就都失控。那现在全世界的投机的钱套汇，透过日本刚刚讲转去美元还是很多。那全球的金融波动在这里头，那也是日本就跟着全世界还一起波动。这4大原因是我们来看日元现在的这个当中是一个无解的死结。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包括日元、日债、日本的经济，还有甚至到影响到日本的整个投资人对日本的信心哦，都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所以日本现在要不要救他们的经济？其中一个目标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伙伴，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赶快强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尤其我们知道哦，中国大陆现在对于日本祭出的这个稀土战，是直接打在日本的企业的身上，会影响到了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啊、航太或者是汽车精密工业的发展。那对于日本的 GDP 的影响，现在预估全球稀土只要供应少80%，就会重击日本 GDP 达到2.3%。现在的关键就是说，那日本想要跟中国大陆结交一个好的关系，但是11月份有没有办法跟中方的领导人，日本方面有没有办法跟中方领导人会到面呢？那中国学者公开说了，如果他们现在中国没有感受到日本的在政策上面态度上有所转变的话， APEC 11月份中方领导人未必会安排这个和高市早苗来做会面。那日本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做呢？尤其是稀土现在被这个中国紧紧的掐住，大使怎么看？对这个稀土这个问题蛮严重的，因为它会把这些机械还有这一些这个汽车业会重创，因为它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磁铁的部分，日本现在没有办法制造。这个磁铁没有的话，这个机械还有很多汽车，甚至电动汽车很多东西大概都制造上会出现很大的困难。那它当然可以还是想办法，可是它的成本会增加很多。成本会增加很多。另外就是说，稀土也会打击到日本仅剩下的一些电子业还有一些电子业相关的一些产业。
那比如说6氟化钨，那么钨没有了以后，这个日本的这个光刻胶的部分，还有这个制造这个芯片很重要的这些气体的部分这些可能都没有办法生产出来。所以在日本，在某些领域还领先的这些产业会因为稀土的这个欠缺那导致生产停顿。那生产停顿的话，那一个连锁性反应的话，就非常非常严重这个是日本现在无解的一个议题他们虽然说我在这个南鸟岛，我在哪里我都找到了稀土，可是问题，日本专家讲，要恢复到现在的这个供应水准的话，那么你这些什么南鸟岛这些加起来10年以后都未必可以达成目前的水准，所以缓不济急，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日本基本上就是说，会不会因为这些情况，被迫重新调整对中战略？那很难说。以高市早苗来讲的话，还有高市早苗的支持者，还有日本的极右翼来讲的话，大概不会动，因为他们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一定要走向再军事化的这条道路，因为过去日本再军事化道路最大的障碍不是中国大陆也不是俄罗斯，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对于这个第一岛链的战略调整放宽对日本军事能力、军事发展的一个限制。过去连武器打多远都有然后你军队你要怎么使用，美国都有意见，现在都放宽了。所以日本认为就是说，这是日本国家正常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契机。所以中国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也不是说他现在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只是说他要找到一个原因来快速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所以呢，我想这个方向，日本想要走到他们所谓正常国家这一个方向，解脱作为美国的这个被美国怎么样占领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这个意愿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改变对中国战略的可能性应该不高。好，所以那日本现在要走向这个再军事化，它的速度会有多快呢？我们先来看到具体的一些动作，就是高市早苗确定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完成这个是安保3文书的一个修改，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尤其现在经济不好，但是呢，日本的军事上却是快速的扩充2026的国防预算达到史上最高，超过了9兆日元，占 GDP 2%。重点来了，这个军事的开支其实只名列在全球第3名，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后，所以这个军费的支出是非常高的。将军怎么看？因为这个安保3文书就是安保3文件这个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二个就是国家防卫战略，第三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个3文书它要修，那你修的话，强调哪个？强调我反击战力，不然反击战力薄弱那你强调修了之后，反击战力有了，国防的那我就要钱我要强军钱预算就要过来，要编预算。为什么？我这个3文书有学，按照3文书来，强军计划就出来。第三个，那我在区域安全、区域战略上面，我会扮演更进一步的角色。这是日本他要来走的。那日本要来走的话，他现在我们来看，我认为他是一步步走，先修文书。文书完毕之后，那你下个什么？就准备要去强军扩军。那他现在的日本的国防预算，2026年现在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个这日元9兆日元9兆你换算成美金因为大家有时候对那个概念，对，就是575亿美金，575亿就是世界第3嘛。然后这575亿美金，它这个就是它的扩军，那它就有可能将来就要编到超过600亿、700亿，往上面慢慢累加。跟经济是一回事，但是我就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我就要去扩军。那要有强军的时候，跟外军的交流就会频次就会增加了。然后那也就会交流，它以后就会有军售卖给其他国家，卖给东南亚，卖给菲律宾，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它是不是这个军工产业是不是也就变成正常复苏了？那第三个修宪，所以修文书，强军修宪。那修了，把这个非战宪法第9条把它修掉，修了之后，他现在只有自卫权，并没有发动战争权。那他以后有自卫权，也有战争权了，他就是个正常国家了。
也就不会有自卫队了，以后就变成国防军，日本国防军，或者称为日本武装部队，也就是我的武力啊，就不是自卫队了。所以日本都要朝着一步一步走。那最后面第4步才会去发展核武，那是他未来要去走的。我正常国家，你们有核武，我也要有核武，那就变成一个在世界上就扮演的比较这个更重要的区域跟国际角色。至于他们说，那是不是日本要进入这个5常，就变成第6个常任理事国？他也是往这方面努力啊。但是你最起码要有核武，因为5个常任理事国都要有核武，他没有核武怎么加入常任理事国？是不是？我认为他这一步步走，但是要再发展核武，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最起码我刚才所讲的这3步，修文书、扩军、这个修宪，3步先走完，才会走核武。它是一步一步走，不会直接跳跃式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步步求赢。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来看到中美科技战，中国大陆最新消息，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哦。DUV 确定进入量产了，那可能来做这一些 DUV 的企业，现在指出神秘企业包括了余亮生还有新凯来会来做助攻吗？艾斯摩尔是否霸权告急？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艾斯摩尔危险了，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早，还没有办法追上艾斯摩尔技术，留言写2来跟我们互动。艾斯摩尔光刻机，我们要来看到它的史普尼克时刻来了吗？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现在说呢，大陆的 DUV 光刻机传出即将量产，数十年来艾斯摩尔都是垄断，现在迎来最大挑战了吗？那么它造出来的这个光刻机有没有可能设备未来打成一个白菜价，甚至是如何走出一个跟艾斯摩尔不一样的新道路吗？那么现在也在看，包括了中国大陆的记忆体龙头大厂这一家长兴存储的产能逼近了美光，加上中国大陆光刻机的突破，全球记忆体是否迎来新一轮的价格大战？来自于中国大陆给全球的挑战将会变得更大吗？今天会来做深度的剖析。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最新消息，是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所做的报道，一家获得中国大陆政府支持的企业成功制造出了深紫外光微影设备，预计在今年就可以来做生产。那现在预估呢，会有5台的 DUV 的设备，那么明年他说就可以进入在量产，而且扩大到20台的一个规模，代表艾斯摩尔要危险了吗？它的技术垄断已经时代结束了吗？现在说呢，首批5台的国产 DUV 会给中国大陆3家的半导体企业这一些代工厂、晶圆代的大厂来做使用，包括了中芯国际、华虹，还有长兴存储等等哦。那么消息一出之后，艾斯摩尔的股价立刻是重挫了8%，全球半导体族群也可以看到股价同步的受挫。那么 DUV 现在进入量产，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一些高价光刻机变成白菜价呢？这一款中国大陆的 DUV 可能跟艾斯摩尔走出不一样的路线吗？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个是一个讯息出来哈，大家都蛮关注的啊。那很多推测到底是哪一家的？我看到比较具体的推测是上海微电子，而这个已经有机型了，它叫 SSA 800系列。那这个上海微电子这个 SSA 800系列，它事实上它如果说是单次曝光的话，它可以制造出28奈米的晶片。那如果多重曝光，它甚至可以达到14奈米或者更这个先进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已经接近了这个 DUV 不是 EUV 它是深紫外光机的它的这个极限了。所以这台机器是很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看起来这个消息来源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可信的。所以这个机器的出现哈，事实上哈已经等于说中国大陆在这个光刻机的技术上面哈，制造技术上已经取得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进展。那事实上的话还有很多人就对它的性能啊也是还是更关切哈。就是说它的效怎么样？我看这个公布的一些数据，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先进。它每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处理到150片晶圆片，这个速率是相当高。它的良率，这是大家最关切的，在90到95%之间，所以是相当高的良率。那公布说今年它准备生产5台，明年就要生产到20台。那当然这个速度是算是快，可是如果说跟 ASML 同类机型来相比的话 ，ASML 这一类机型2025年它就一共生产了131台，所以在这个量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是，所以。不过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它已经经过测试阶段，它已经直接进入商业生产了。所以这个后面的追赶的话，可能也不会说太慢。所以呢，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是直接照浸润式的这个光刻机的这个原理所制造的一个所谓的急速从后面追赶，这个已经赶到目前这个状况，算是。速度算是非常快了。是啊，那这是从所谓的集体直追。那中国大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路程呢？也就是说弯道超车。事实上的话，前2个月大陆也公布了一款叫这个奈米压印技术。它走的不是这个光刻机，它是用压印的技术。事实上也有说它最后可能也可以做到5奈米。不过就是说外界的质疑说它的良率。还有它的那个能效的部分那个数据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在这个完全没有光刻机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过去有做都是100多奈米的差距很大，在短3-5年之间可以赶到目前这个进度那是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那接下来就是说要攻克的话，如果是7奈米以下的话。那可能这个光源的部分还要做更大的一个突破，因为这个叫极紫外光机。那这个其实在过去我们看的一系列的这个中国大陆有关这个光刻机制造的突破部分，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因为上海微电子它的光源的部分，上一次看有关光源的突破是这个应该是哈工大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们的突破，所以这个技术之间可能彼此都在互相的怎么讲资源，是，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用举国之力在发展光刻机，那么这一次的那个上海微电子 SSA 800系列事实上真的感觉。真的赶的速度是蛮快的。好，所以 DUV 终于中国大陆的部分终于是量产了。那刚刚大使有提到嘛，现在其实理论上还是28奈米，但是在多重的曝光之下，是不是可以到14奈米？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请教尚志哥往7奈米来做攻克呢？再来就是说，这家神秘光刻机企业背后究竟是谁？您要怎么看？好，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可以非常稳定量产的做到，就是中芯国际的 N+2，就是7奈米了。5奈米的量产虽然还没有办法到那个随心所欲，但也都很稳定了。它其实就是用原来艾斯摩尔的旧的它的 DUV 重复的曝光，而且有新的曝光技术，特别是华为用这个部分的他们的套定律，等于是用。艾斯摩尔的这个光刻机，但他们有新的部分的技术所以其实7奈米、5奈米其实现在很普遍，而且也是12寸大片的晶圆。那我这次我要讲一下，这次光刻机是这样子。我想光刻机很清楚了啦，虽然没有被中国大陆正式证实，可是因为这家媒体的 information， 然后路透社引用，在昨天为什么这个消息出来，美国费城半导体啪大跌，艾斯摩尔在欧洲股市大跌，台北股市在我们录影的今天跌2000点。就是因为一个是长青嘛，那个长青出来的时候，台湾的这些很多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存储也都惨了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消息，然后这个消息我们杀伤力这么大，其实不模糊，其实坦白讲都知道就是这个雨量升。
其实就宇亮生这家公司，它的是浸润的 DUV。那浸润 DUV 跟先前大师讲的那个上海微电子，它是干式的 DUV，已经非常非常稳定了。干式 DUV 基本上来自日本的技术哈，然后再把它改一改。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些当中的技术都不是照抄。都要避开日本跟美国的专利，自己重弄一套哦。所以这里不只是厂商在研发，还有这些大学里头，哈工大那些带有很多的理论数据在里头。好，宇亮生大家特别注意，我想在我们节目之前谈很多事，不是讲说新凯来也在做吗？有。新凯来现在确定新凯来没有做光刻机，但是新凯来做光刻机跟它很直接相关的刻蚀技术。薄膜沉淀技术，这是配套的，而新凯来是宇亮生的母公司，它投资了宇亮生，所以中国现在就是在做浸润光刻机的，就是宇亮生了，而且背后还有上海国资委，就国家的大的投资基金在这里头，所以它的进度什么都不用跟外面报告。那现在这一次会披露出来，主要就是它因为已经年底前要做出，刚刚讲年底前要做出5、6台，然后要提供给包括上海中心，他们要上机台已经要去生产了。各位，我们对于这个光刻机搞不清楚，为什么说会对全世界那么重大，对艾斯摩重大影响？一台光刻机，你不要说 DUV、UV， 里面有70万个零件，70万个零件以艾斯摩来说，是全世界美国、日本是几万个公司提供的。好。中国大陆难道宇亮生自己做这些零件吗？所以说这个光刻机意味着中国能做的话，表示中国也能做出10万个、70万个零件。这个当中是一整个供应链，每一样东西，刚刚讲刻蚀、薄膜沉淀，然后另外还有这种清洗，每一样都有技术，每一样都有公司，族繁不及备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大家对于全世界光刻机，所以你也不是一台机器，它不是一台印表机，各位。所以这个当中的影响性，大家特别注意，它的冲击就这么大。是好，我们这样讲，光刻机真的是最重要的定义。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慢慢赶上，它现在距离艾斯摩尔还很远啦，但是它整个70万个零件都有了，你觉得后面呢？追的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盘点一下，其实最近好多东西，我觉得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哦。第一个，中国大陆我们来看有哪个？第一个光刻机嘛，哈。第二个，我觉得已经追上的就是晶圆生产的成熟晶片，28、14奈米这些其实量最大。中国大陆在前2年已经多到包括把台湾打败了哈，把联电、台积电就全世界在卖，已经赚多钱。现在中国大陆科技的出口获利最多的就是成熟晶片。第3个是什么？就是存储。我想存储，待会我们会讨论这几天的，就是长兴科技，人家不只是做 Flash 的或这个，人家是包括 DDR5的技术，跟全世界同步在追上了。最近还包括什么？就是主要是 HBM。HBM 呢，真的是非常关键。最近它是这么涨，也就是因为如此。那除此之外，我想包括 AI 的这个机柜。华为这个升腾晶片，还有它的机柜，AI 的大数据模型，还有大家很少讨论的先进封装，跟下一代、第3代半导体，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前面哦，甚至不会输美国，同步的部分在进行。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值得，包括第3季、第4季也都会有很多新的哈，除了 Kimi 这个大数据模型之外，还有好多。包括 DeepSeek 的 V4哈，全部都要出来了。我觉得到年底之前会把全世界的科技类股狠狠打脸一大波。好，中国大陆的科技业现在看起来百花齐放哦。那刚刚讲了嘛，影响到今天这个股价，全球的晶片股、类股、半导体类股的股价全面下挫的原因，除了说大陆的这个光刻机 DUV 释出来之外，就是要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记忆体的龙头这一家长兴存储也有公布了它的重大突破，公司挂牌哦，成为今年亚洲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股价一口气暴涨了466%，甚至市值超越了英特尔，成为中国大陆 A 股市值最高企业。那他预计说，今年来产的这个晶片量是35万片的晶圆，那么只比美光少了2万多片。目前我们来看全球的半导体的市占，来看到 CG， 第1名是三星电子，大约60到65万片；第2名同样也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哦，第3名则是美光了，最后是长兴存储。现在说未来这个第4名的长兴存储可能超越第3名的美光科技，记忆体会不会也出现了所谓的白菜价，对美国造成威胁呢？将军又怎么看？这长兴存储它的发展的模式，我认为跟中国大陆一贯的发展模式哦，先攻占市场，先不要强调利润，你先攻占市场，有市场之后再谈利润。所以这个逻辑哦，它是一直掌握住。我们来看这个
大疆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就是这样，它现在在全世界市占率70%到80%之间。你看这个碾压全世界了。在美国好了，我们讲到消费型的无人机跟商业型的无人机，在美国也占了70%到90%，那碾压全部了嘛？你一个人就通通被你占光了嘛？那我先有市场，那我以后再赚钱。为什么？因为其他的都被我打败了，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看新能源车、电动车，中国大陆在欧洲的市场目前的大概市占率大概9%到10%，是这样。那已经踏出第一步了。然后在英国占15%，你看多不多？我们只讲的车子哦，你看欧洲的，包含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都是做车的哦，中国大陆已经打入了。那现在的话，换句话说，2030年呢，中国大陆的这个车子大概要占在整个欧洲市场，包含英国占16%。那这样的话，超过日本跟韩国的总量，在欧洲的车的总量，它一个人就碾压了日本跟韩国的总量。那我们现在看长兴存储，长兴存储它现在是在第4名嘛，对不对？它输给三星36到37，输给海力士，然后第3名它输给美光，它第4名。它现在第4名大概在9%、10%哦，但是你要看出来哦，先求市占率低锐，这个市占率出来之后，先用合理价，用合理价，我的利润不高，但是等到市场攻占呢，就跟我刚刚讲了的，包含大疆无人机，包含新能源车，那这一个同样的长兴存储之后，我们按照经济学的模式，对，按照这个凯因斯跟亚当史密这供需啊，因为价格机能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由供需决定。但是我价格越低，变成我的需求会越高。为什么？我的市场就这样子啊，大家来供需嘛。我价格高，市场市占率就小；我价格低，市占率大。他就按照按照这个步骤走。前面有了，前面是摸了石头过河，大家看到前面的模式来走。那长兴存储是不是将来当然要先把美光打败，然后再来海力士，到最后面才是我们所讲到的三星。它一步步来，这样慢慢攻占。所以是不是又大家讲呢？就是美国商务部长讲的，变成产能过剩。我喜欢讲那个4个字产能过剩了，因为它整个量产出来啊，报酬规模就展现了，这个时候才瞧利润。所以看它整个的一个发展逻辑，中国大陆一直走这些模式，还屡试不爽，其他国家还没有办法，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要在整合上，尤其在人力支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料、人力支出、装备、厂房，包含土地，你这个是做任何产品的4个大条件。中国大陆在这个人力资源、人力的成本上就是比较低，那比较低，成本低，那就有竞争力，那竞争力就出来了。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一贯的发展模式不会变。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持续来关心是伊朗的破坏者时速，这款飞弹达到了9600公里，而且还可以末端变向。现在说伊朗的飞弹越打越精准，是否背后有中国大陆的卫星、俄罗斯的战术才来做帮助，打得越来越稳呢？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它的武器库来到了警示的一个水位，爱国者跌破了1000枚，所以川普只好被迫踩刹车吗？今天做一个深入的剖析，来看到是美军现在中东多个基地都被伊朗打成废墟，面对号称最强的防空系统的美军，为何这一次被伊朗的飞弹打得像切豆腐一样直接打穿？尤其是前几天发生在约旦的美军基地遭轰的画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What's happening? Oh my God! Get cover! Get everywhere! Get down! Close! Close! 好，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飞弹是直接命中在了基地，造成了当地巨大的爆炸声响，而且大范围的受损。现在说是不是当时
伊朗方面寄出来的就是这款它的王牌飞弹，也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谈的这一款城堡破坏者呢。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哦，它又叫做海巴尔破城者，射程的部分高达了1450公里，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重点是它的末端的速度了，可以高达9600公里，采用的是固态燃料，所以它的移动也比较灵活，可以做部署，造价更是便宜而且低廉。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张将军怎么看？现在伊朗大约现在规模来看，2500枚的城堡破坏者，这个为什么是伊朗说最强的一款飞弹呢？如何来突破美军的防空网的？连它的拦截系统也挡不住。再来就是说，伊朗它为什么现在精准度飞弹的精准度越来越打越高？这背后跟中俄的战术支援有关系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他借着他3个底气哦，让这一次美军上面吃了一些苦头。第一个就是说，那伊朗它的战略腹地够大，伊朗164万平方公里，伊朗宽度啊，东西的宽度是1800公里，所以它有战略腹地。这个在伊朗的东部这个地方，美军炸不到，以色列也炸不到。为什么？你从以色列要飞过到整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经过波斯湾，就已经到1100公里了。你还要飞这1800公里，那加起来将近4000公里，你来回就要8000公里哎。你4000公里乘以2不是8000公里，因为战略腹地的关系。那你打个折也6000公里，你3000公里，因为有远距遥攻武器，所以伊朗有战略腹地，伊朗有战略腹地，战力保存就好了。那现在在波斯湾沿岸有消耗。以东地区直接向西不做部署，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伊朗的打的不对称作战呢，他是专门拿这个无人机啊，法塔赫136、见证者136，去消耗美军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些反弹飞弹、还有防空武器。你要不要拦截？你不拦截，在上面挂了40公斤的炸弹哦，这对你的自杀就绝了。那要拦啊，拦的话你拦掉了。这一个法塔赫136见证才100多万台币，35000块美金，是到4万块不等。那你这样的话必消耗。那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爱国者 PAC-3 啊，一枚多少钱呢？它整个一枚的造价在300万美金，将近1亿台币。你要不要？你看看他这样子跟你换，这是不对称作战。先把你消耗掉完毕之后，那你现在的我们所讲到的这海巴尔，那你要不要去拦截？要拦截，你没有了。你拦截无人机用掉了，你不拦截无人机砸你，拦截无人机你被消耗，这就是不对称作战。所以伊朗这个方面他有考量，要怎么样去对付美，因为美军毕竟是世界上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你怎么去面对那么大的强敌？这是伊朗去做的战略考量。第3个，伊朗的这一次的他用的这些都是精准定位。那现在除了精准定位之外，你要知道这些导弹呢，都经过2到3级的精准校正。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卫星导航。就是 GPS， 那它现在可能用的是北斗，北斗因为比这个 GPS 来得晚，那就来得精准，因为你后来居上，那这个精准定位这是1级校正，可能会不会被美军干扰？会，你卫星的会被美军干扰，但是它不要忘了，它有 INS， 就是惯性导航，惯性导航经过经纬度的校正跟修筑之后啊，蛮精准的，我 GPS 可能被你干扰，但是我的 INS 我还在，它里面有一个惯性陀螺。惯性陀螺就把这个经纬度送去，对，就是那个经纬度，就找到那个机场就去了。第3个图形比对，我们知道现在啊，经过这个卫星照相啊，你要点哪里，大家知道你卫星街景好清楚哦。他就把那个图啊套到那个整个灌进去，用 AI 啊灌到的导弹里面，我就找这个图就过去了。是这个机堡，是这个大楼，是这个后勤的仓库就过去，最后面就是我们叫做归航 homing， 就是归航过去了。那经过这3个校正，你现在。看干扰的能力，就电子战的这种能力有强，就是我给你电子反制，我跟你抗干扰，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美军的有生战力很容易就被伊朗吹破了？是。那吹破的状况之下，美军都是远道而来，跨海过来作战。伊朗是在地，那在地是不是就有我们所讲到的主场的优势？所以美军就算是中东地区有19个大区域的驻军，但是你还是客场。但是对伊朗来看，我是主场，好，所以伊朗在这方面
善用它的优势，而让美军吃了一些苦头。是好，所以在这场战争，我们也看到伊朗祭出它的各式飞弹哦，摧毁了美军多个重要的据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战术的部分，它又祭出了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叫做混合攻击战，来瘫痪美军的防线，一共是3关。第一关，它会先用低成本的无人机来打这些基地，迫使它的雷达开关啊，还有它的防空位置就会全部知道。第二个，就用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去从不同的地方来做发射，消耗美军的防空资源，最后才会用到刚刚将军特别帮我们提到的这款海巴尔破城者，因为它有末端机动的一个能力，而且它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打的包括了美国重要的这些雷达，瘫痪它的这些系统，即使发动车有拦截弹，也会因此失去目标，没办法有效作战。最后，伊朗它的优势在它的成本，美军的拦截飞弹的成本非常高，一枚可能就要最多达到1500万美元了。那么美军只要是伊朗打一枚的便宜飞弹，美军拦截下来可能花费甚至达到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拦截成本。介大使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神话？是不是美军最强的防空神话被破解？现在看起来就是被破解，因为你的基地都没有办法防。那你不是你的这些防空这个系统基本上没有用嘛？你刚刚提了美军已经打掉它几十套这个所谓的这个雷达系统了。这雷达系统本身是相当关键的基础设施啊，军事基础设施。你要能够把雷达系统保好啊，那你现在被打掉40-50套了，就表示你保护不了啊。对，这里面我们就讲这个破城者这个飞弹，它就是标准的超高音速飞弹。因为它的这个末端的这个时速是9600公里，9000公里根本就是7.7马赫到7.8马赫。通常在5马赫以上，大概就已经是超高音速了。你在拦截上就已经基本上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很多飞弹它基本上它就要靠高空拦截、中低层拦截啊。那你高空拦截的话，说实话，你这个高空拦截的话，那你要靠萨德飞弹，萨德飞弹一枚1400万，美国现在绝对是不够用。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美伊战争刚开打没多久，就传出来韩国的萨德飞弹已经被撤出来了。撤到哪？撤到这个打美伊战争去了。因为很可能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这些关键的军事基础设施是很脆弱的，需要像萨德飞弹来做高空拦截的。那你这个高空拦截的这么贵，那最大的选择就是说，你发掘对方的飞弹啊，这种超高音速导弹袭来的时候，你是拦还是不拦？你也可以不拦。你只能选择拦。说实话，只能选择拦。你要拦的话，你高空你就要靠萨德，那你的中低空你就要靠这个爱国者。爱国者的话，不是以前我们有一位这个于将军吗？他说你打3颗以后，你的几率就增加3倍，好像不是这样。那就变成就是说，你可能一颗爱国者是不够的，你可能需要2颗或者3颗去打拦截1枚。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伊朗是先把比较差的导弹先用。然后呢，它是饱和攻击，用一种怎么讲呢？搭配性质的巡弋飞弹跟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再加上无人机这种饱和式攻击，它某种程度上是消耗你的防空武力啊。你航空武力打了这么久以后，你的航空武力的弹药，现在美国就说这个弹药是不够的。那你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你知道。你本来我们讲这个伊朗是什么法赫德飞弹系统，那精锐的不得了，现在不得了，又跑出来了什么，这个破城者，所以伊朗的武器越来越精锐，美国的防空武力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脆弱，这样情况之下，这场战争怎么打下去呢？是。好，尤其是现在另外美军还要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武器库出了问题。来看到几款。比较高阶款的这个武器库，包括了爱国者3库存低于1000枚了，再来就是萨德了，剩下250枚。所以呢，美国现在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说，你赶快增产你的爱国者3吧。现在你每年只能产600枚，我要你一口气提升到2000枚，真的来得及吗？那上志哥怎么看？好，其实我讲，美国从来没有公布他们从这实施这个2月底的部分，到底他打了多少，损失了多少，被伊朗攻击到都没有。
但是呢，还是有权威机构啦。我想 CSIS 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公认、很权威的一个机构。他们从多方面的，比如说伊朗也会说他们打了很多，他其实还是会对照参考，但基本上不会引用。所以呢，现在以 CSIS 的，我们现在在外界大家在讨论，都是以他们为统计。这个贵松松刚刚提到这个萨德飞弹，真的是在400枚美国原先拥有的库存，在史诗就是2月底打那一波的时候，就打掉了大概约莫170、110到170枚左右。7月7号之后又打了数十枚，所以现在才估算说，它真的现在大概所剩的，市面讲250枚，可能甚至都不到，甚至可能不到，可能就在200枚左右哈，这是最新的统计。而且你知道，就是整个伊朗攻击的部分，其实真的就像刚刚前面你提到的，然后将军也提到，伊朗其实直接先打你雷达，都先打雷达，然后之后再打你的，包括你的炮台、你的发射器，所以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很有头脑的。所以这个一旦打了之后，好，我们讲这个是萨德还是比较贵的。我们看，其实将军有统计，以爱国者来说，旧型在过去美国大概是2500枚库存，新型的部分大概2000枚。好。史诗级就2月、3月部分打多少呢？2500枚旧型打掉了1450枚，然后呢，新型的2000枚打掉了920枚，所以呢，这里头其实算一算，真的都破50%了呢。也就是说，现在美军的全部都在破50%，所以难怪最近其实，在川普的在美国。